Hello，大家好。我今天早上呢，打开那个通义千问的 APP 嘛，然后呢，它就跳出一个讯息，就是有奖征求问卷，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啊，来填一下问卷，因为我平常也很常使用这些 AI。然后这个问卷的话，我觉得做的很用心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感觉到从这个问卷感觉到这个通义他们很用心的想要去发展和改善整个 AI 的一个制作，他希望能够了解大家的需求，然后呢，明白说整个改进的方向，所以我也很用心填这个问卷，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其实呢，今天要讲的主题，真的比较冷门，然后也是有时候我就想说随性讲吧，因为这个内容我很熟悉，然后又就不知道要从何讲起。这是一个我一直很想分享的主题，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太冷门了，估计没人要听。不过刚好我现在初衷不一样，因为我是每天一定要上传一个视频嘛，所以说这跟有没有人要听没关系，主要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内容，我就得先分享这样子。那圆觉经对我来说呢，是影响我生命很深刻的一个东西。对我来说呢，它不只是文字，也不只是一本书，也不只是一本佛经。因为我是在大概18岁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就是我上一集的影片有分享，就是我爸爸的书桌上，有一天我就到他的房间里，然后呢，我就在他的书桌上看来看去，有一些佛经，然后我就想说，我来挑一本，看哪一本跟我比较有兴趣、比较有缘分的，我就挑来看一看，这样子。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印象中很多佛经都很厚很大一部，我就不爱读那种的，因为我那时候接触的也少嘛。但是我又不希望读那种太浅的东西，就是太浅太通俗的东西。我想要读那种比较就近的东西，又想读就近东西，又不想太文字太多。那我就这样随便看一看，就看到一本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就圆觉经，然后它是袖珍版的，就是很小一本，就是像我们的比那个银行卡大一点点，差不多像手机那么大吧，然后没有那么长，反正小小一本，薄薄的这么薄。然后我就把它翻起来，拿起来翻看袖珍版的圆觉经，然后翻一翻就觉得很喜欢。很多人读经就是好像这个经典要很庄严华贵，但我那本袖珍版圆觉经很普通，就是小小一本，薄薄的，可以随身携带。我读了之后翻了一下，看不懂，但是我看到一些文字，就是说，可以帮助人成佛。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对于悟性好、悟性不好的、顿悟渐修的都适合。然后呢，有理论也有实践方法，反正我就觉得，很全面的一个东西，深入浅出都有。然后呢，反正整体的感觉就觉得，好像跟自己的一种灵魂深处的那种频率很契合，各方面都很契合。然后呢，我就很喜欢，心里就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后来我就把这本袖珍本的圆觉经，我就随身携带，放在我的包包里。有时候时不时我就翻两下，因为大部分的内容都看不懂，但是我很喜欢，就因为很喜欢，我就东翻西翻。我好像在那种开采一个宝藏一样，然后我就翻来翻去，然后我看得懂多少就算多少。这是圆觉经，就是从我高中18岁那个时候开始接触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接触任何宗教的，我们家也是没有宗教。我的妈妈那边外公外婆是会去教堂，那我爸爸这边的话是没有宗教，但是呢，他中年以后有接触佛学，有在学佛。然后我奶奶那边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宗教，但是就是一般祭拜祖先这样子。但是我小时候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奶奶啊，她吃素，但是老人家他年纪很大，因为我爸爸是长子，然后呢又晚
所以说我小时候我奶奶已经年纪很大了。那我奶奶，我记得印象深刻，就是说以前回乡下，比如过年过节回乡下的时候，我奶奶呢，她大家东西煮一煮之后呢，她会自己煮一点东西，然后她就自己在厨房里吃，然后她吃素的，这样子。大家也不会特别去说明这件事情，是我自己事后回想起来才发现，奶奶好像有这种行为。所以说我们家是没有什么特别宗教信仰的。那个时候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属于比较理性的那种，属于理工类的那种思考，就是科学教育嘛。我们就是比较小聪明比较多，就是第六意识比较强，所以说对这种就左脑比较发达，那对右脑的这种感知性呢就比较弱一点，比较少训练，更习惯用左脑思考，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然后加上我们的教育啊，都是什么智力测验啊，然后重视那些数学逻辑啊、理工啊这些东西，就是我那个时候整个教育制度的大环境的大方向也是偏向左脑的训练。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读到圆觉经啊，其实呢，我心里是想说，圆觉经呢，它跟我们一般读书啊接触到的内容是比较不一样的内容。那个时候呢，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就想专心读这部经典就好，我也不想再接触其他的经典，因为我想要先开采这一个宝藏就好，其他的东西我就不想分心。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我那时候我第一时间呢，我就想要自己去探索这东西，就是这本小小的圆觉经就像一个小宝藏一样。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去享受这种探索挖掘的过程，所以说我那时候我也不想要去读别人的注解，我第一时间我就没有这种想法。我第一时间我的想法就是我要读原文，我不想读那种别人吸收过后，再咀嚼过后再提炼出来的那种东西。我想要开采原始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第一时间呢就有的那一种第一时间的那种感觉和想法就浮现出来。我那时候也比较自以为是吧。我那时候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整个世界啊，整个大自然啊，都是一本无字的书，所以说很多道理啊，其实要跟大自然相通。读经典呢，就像体会大自然一样，它是一种很弹性的东西，慢慢去感受，慢慢去欣赏，慢慢去体会这样子。所以可以说蛮奇妙的，就是就像见到一个人一样，第一面其实第一印象你就有很多潜意识的反射出来。那虽然说，圆觉经我接触是第一次，是一瞬间而已，但是呢，那一瞬间其实就有很多自己的观念和很多自己潜在的一种想法就会浮现出来。对，这也是蛮奇妙的东西。还有就是呢，我读圆觉经啊，我跟一般宗教信仰啊，或是说研究经典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接触到它，觉得很喜欢，然后呢，我再慢慢的去探索它这种感觉，而不是说我要去研究它，然后我要出业绩，出成果，或是说我要追求什么样的境界，或是我要，反正都没有这些想法，纯粹就是说最开始嘛，18岁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其实内容也看不懂，最开始的想法就只是说，很喜欢，很投缘，随身带着，慢慢去了解它，慢慢去品味它，慢慢去感受它。然后呢，在工作、在学校学习、在生活、在大自然当中，慢慢去印证它，慢慢去品味和印证它这里面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是属于不着急的，然后那种慢慢的去跟他认识，慢慢的去跟他交流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这是最初呢我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读佛经跟一般大家听到的说读经典的那种印象，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我没有什么宗教因素，或者是家庭的一种有这个信仰，或者是说我要
追求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听别人说这个东西功德很大、福报很大，或者什么样子很好、很有效，然后呢，我因为某些原因，所以我要来读诵它，也没有这样子的动机存在哈，很纯粹认识到它，喜欢，然后慢慢去接触它，慢慢去了解它，然后慢慢去跟它交流互动，这样子。所以说每个人他去接触到的因缘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是最初。那如果以现在而言的话，其实一路走来，我觉得啊，圆觉经呢，它其实呢，在我心目中呢，它是我最好的导师，也是我最好的贵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哈？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我怎么把经典拟人化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呢，在我当时的家庭环境和周边的人，其实啊，没有人在研究这些东西的。那我本身啊，是对这种生命科学，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读生科的嘛，我大学跟研究所也都是读生科的。但是呢，我觉得说，我对于生命的探索呢，并不仅限于科学的层面。当我在大学研究所阶段学习嘛，其实我发现科学是它是越走越细的。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会发现，对生命的认识是超过于科学所能够解释和观测和涵盖的范围。就是生命对我们来说不只是这样。简单来说，就是生命有物质层面，也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啊。那有时候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更源头、更基本的。那因为一般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各方面是不会去涉猎到这个区块，所以说呢，其实像《圆觉经》这一种投缘的经典，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导师，就是对这个精神层面的一种导师哈。虽然说一开始看不懂，可是呢，慢慢的这样子过程当中，慢慢走过来，就会越来越有体会。那我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这样，我就是随身带着，然后呢，时不时我想到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翻。通常都从第一章文殊菩萨的那边开始翻，然后第二章普贤，这样子慢慢翻，总共有12章嘛。通常都翻到前几章，然后呢卡住了。反正就是前几章看的频率比较多，后面的看的比较少。但是呢，刚好第七章的话，它是有讲到一些方法的，所以刚开始看不懂的时候，就会直接先跳第7章。反正我是跳来跳去看，因为我没有说宗教，也没有说特定的体系，我就是很自学这种自由自在的方式去接触。还有就是说，我读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有一些都是一种本能上的一种，就是说我刚读经不久啊，我就有自己心里浮现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我每天念佛1000次，然后我会去计算，我大概要花多少时间？我先念念看，那我大概计算一下，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可以念完1000次。我的设定就是说，这件事情我做起来呢，必须要是没有压力的，因为没有压力的话，才能做得长久嘛。然后我就算了一下，10分钟左右可以念完1000次。然后呢，我也自己去感觉一下，那我要在什么样的场景念？后来我就自己有感觉说，其实没有限定很多，我就是在上下学通勤途中念，我就骑脚踏车上学的时候念，这样。后来啊，我就反正任何时候，哪怕我坐在某个地方，哪怕我经过走路，哪怕我任何一个空档，只要我不用跟人讲话，我嘴巴是闲着的，然后我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可以念。哪怕我看电视，我很少看电视念的，就是反正很多场景都能念，我就每天会念佛1000次。然后我长期去积累下来啊，我觉得对我读经典也是有帮助。所以说我在接触
这个领域其实就是一本圆觉经随身携带，慢慢去挖掘。再来就是每天会有一个功课，就是会念佛1000次。那其他的话，我就是正常的受教育、受科学教育，还有求学、工作这些的。那我平常也很喜欢去逛书店，那时候会去逛那种诚品书店。那书店里面会有很多新的资讯和新的书本。那常常呢，有时候看到一些科普的东西啊，或是看到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啊，或是看到一些潜意识啊、吸引力法则啊，或是看到一些翻译的经典，比方说那个万能金钥啊这些，反正就慢慢去积淀。然后我会发现说，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书本啊，它所讲的内容啊，就是跟意识啊、跟精神啊、跟这个我们佛经中提到的内容，其实都是有相应的。那当我去翻，去逛，翻到一本书本，拿书本拿起来翻下它的，浏览一下它的内容，然后我感觉，哎，好像这些某些内容呢，跟我读圆觉经的某一个段落，哎，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相关性。那我就会把这本书本拿来看一看，或者把它买回家慢慢看，这样子。所以说我读经的方法是包含，就是平常翻一翻、读一读之后呢，其实是内化的。读一读之后，我是不去想它，但是潜意识里还会有这个残留这个印象。然后呢，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自然而然遇到一些相关的同频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种共鸣感，我就会想说，哎呦，这个好像有相关哦。那我就会去读这些其他的书或是其他资讯的内容。那读一读之后呢，我回头过来，我又在翻《圆觉经》，我又翻，又翻到某一段的时候，我又突然想到这本书的内容，或想到那本书的内容，或者想到某一方面的内容，我就发现说，哎呦，这个经典的文字内容好像跟那个经典或那本书或是那件事情所提到的概念好像是相同的。所以用这种方式很自然而然的就会交叉去印证和一种融会贯通一些内容。那这些过程呢，都会帮助我们对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事情会有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多的了解，就有点像是在打开这个战场迷雾一样，就是原本所有的地图是黑黑的、暗暗的，然后呢，慢慢的走，这里点亮了，这里点亮了，这里点亮了，然后慢慢的把很多地方都点亮了，这样你就对于整个场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大概有点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每一本书或是一件事情，就帮助我们点亮了圆觉经里面的某一部分内容，它就亮起来，就好像有点知道他在讲什么，或有点知道他在讲哪一方面的东西，你就慢慢去点亮。那整本经典原本是99%都看不懂的，那后来就是这样子长期慢慢点亮，它不是按照顺序的，它是随机的，随着因缘去点亮，然后加上每天的念佛啊这种频率的一种熏陶，就像我上次有说嘛，其实佛号本身是一种频率，然后这个频率可能连接到一个信息场，然后呢，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这种频率的共鸣，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智慧的灵感，或是一种觉察，然后呢，我们就会跟我们潜意识里读经典或是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一些人事物的片段产生一种共鸣，然后我们就把它连接在一起，发现了其中的意义，大概类似这种感觉，这种内心的一种流动的一种状态，大概类似这样的感觉。所以说，就是念佛啊、读经啊，生活中的体验，还有生活中的实践。像我有时候读到经典的某些东西，它点亮了，我得到了里面的一些知识，得到里面的一些领悟，得到里面的一些想法之后，它会改变我在生活当中做事情，或是说话，或是感受、学习的方式会得到改变。所以说，经典的内容点亮了，然后对我而言，我的学习、成长、认知的层面呢，也有一些部分慢慢也点亮。那这个部分就会影响我做人做事、学习、生活、工作的方式，也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就是在印证。然后呢，当我去印证去做的时候呢，这种体验过程背后
的一种频率和经验和心得，它又会让我在回过头来读经典的时候，对经典里面某些内容又产生了连结和共鸣，它又帮我点亮了经典中其他部分的概念。所以就像这样子网络一样，慢慢的跨越点线面，慢慢的点亮点亮点亮，然后连成一个线，然后点亮点亮点亮连成一个面。然后呢，当你得到了越多的讯息之后呢，你就越能够了解其他的讯息，所以它又会慢慢扩散出去。这就是我分享我读经典、读圆觉经过程中的一种我的过程和经验的心得，提供给大家参考。不一定跟你们是一样的，也没人教我这样做，是我自己点线面慢慢去延展出来的一种过程。那我相信每个人过程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呢，每个人的过程也许都对其他人也有一些同频啊，或是启发的地方。这样子，刚开始我是随身携带着，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我就因为好多年了，然后呢，这一本袖珍本的圆觉经，它纸也很薄，然后已经快被我翻烂了，然后这个书皮封面也旧了，所以有形的东西它终究是会毁坏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这个书本也旧了，我也不想再换一本了，因为已经那么久了，跟着我那么久了，对我有一种情感，有深刻的意义存在。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再换另外一本，我也不想再去找一本袖珍本来带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我把它电子化算了，因为我很常使用电脑嘛。那时候手机还没那么发达，大部分用电脑。那时候我就想说，帮我弄个 PPT 吧，然后我把所有的圆觉经的文字内容啊电子化，我就转成电子档，然后呢，我随时点开来看，这样更方便。不占体积嘛，随身携带不占体积，只要我电脑有网络，我就可以看得到内容。对，然后后来忘了是哪一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可能也很久了，可能20多岁、20、30岁的时候，我就把它转成 PPT 了 ，PPT 电子档。那时候因为袖珍版的那本圆觉经也旧了，我就把它收藏在一个盒子里吧，我就没有再带着它。那我就开始都是看我的 PPT 档案。那当我开始把这个圆觉经做成 PPT 档案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发现说，因为原来的这个经典的文字排版，它的分段是连在一起的，它是没分段的。然后当我开始把它要整理成电子档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想说，因为我铁定所有的文字都要正确的，所以我会很仔细，而且我读得很详细，因为我一辈子我就只读一部经典而已，到那个时候为止，我只读一部经典而已，所以我对它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说，当我把圆觉经要电子化的时候呢，我就是每个字这样子确认它是正确的，那很自然而然的我开始排版，就开始把它分段，我才发现说我为什么没早点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啊，当我把整个经典的文字内容分段了之后呢，读起来其实它里面所要表达的含义是更跃然于纸上，就是更明显。而且呢，当你开始排版的时候啊，你更发现了说，其实呢，这里面的这些文字内容啊，它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等于是说，佛陀啊或菩萨他们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啊，它本身是有一种宏观性、整体性在分享一个东西，所以它是有一种隐含的架构和隐含的呼应和隐含的规律在里面。那你没有去排版的时候，你就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包含他在讲述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他会4个字、4个字、4个字、4个字形成一个规律在描述事情，就是很多东西，这个东西是属于比较细部的东西。这个细部的东西就是当你去排版整理之后呢，它会更凸显出来。那你如果没有排版，你只是这样看的话，你发现不出那个规律。那对于我们就像在开采宝藏一样嘛。所以说，当排版之后呢，那个规律啊，还有那个内容的前后呼应啊，还有那种内容表现的一种前后的那种
伏笔和铺垫和整个贯穿，其实你会发现它结构是非常完整的。尤其原觉经有个特性呢，它每个章节呢，先提问，后来回答的内容，最后呢还会又用一首诗句做总结。所以有时候前面的内容看不懂，后面的诗句跟前面内容呼应一下，这样子都会帮助我们了解哈。所以有很多细部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当我把它电子化之后呢，我也把整部经典完成了排版和校对。然后呢，我根据我自己对文句的了解去把它分段和标点符号分隔。然后呢，我会慢慢去优化它。比如说刚开始我不懂的地方，我就不会去分段，我懂了我才会分段，不懂的地方我就不会去分段嘛，我就这样子正常就好。但是呢，因为我是长期很细部的在翻看它，对它内容非常熟悉，所以说我就会慢慢的开采它。我慢慢每一句我所了解的，我就把它做更精准的分段，更精准的一种排版，这样子。然后呢，它会呈现出一种排版的规律性，内容的规律性。那这个规律性就会印证说你这样的分段是正确的，因为它规律性呈现出来了，等于是本来佛陀他们菩萨他们本来就有这种整体性规律性在表述一件事情，你没发现，那你发现之后你就发现哦，有这样子的规律存在，所以那是正确的，这样子。然后呢，当我开始排版之后，我又觉得不够，我开始又用颜色，就是说，比方说一个章节当中呢，因为我已经看无数次，然后呢，所以我开始到了某一个阶段、某一年、某一天，我就开始觉得说，因为你越看越快嘛，一个章节的内容你就越看越快，你就开始发现到它的几个核心重点出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用不同的颜色，把我看了很多遍之后，越来越浮现的那个重点的字，我就把它标特别的颜色出来。那其他的文字就是属于一种串联啊、陈述啊这种，就像城市一样，很多个城市中间有公路连接，那文字也是一样，它其实是很多的重点通往下一个重点，通往下一个重点，中间的文字其实只是高速公路而已，只是路线而已。所以很多的文字对我来说，就是路线的话，我就是没有特别标注。但是呢，重点的城市，一些重点的观念，我就会标颜色出来。那这样子做有什么用途呢？我每次在看，因为我是无时无刻常年在浏览它的，在品味它的，在生活当中去跟它共鸣和印证的。所以说，当我把一个章节里面的重点浮现出来的时候，它让我对整个章节的场景有一种更深刻的了解。原来讲这些话都在围绕着这一个主题，然后原来这个主题结束了，它现在要铺垫引导到下一个城市去了，下一个主题去了，它这样子串联的。所以说，把一些重点凸显出来、标注出来之后呢，让我对于品味整个内容有更深层次的心得，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过程也帮助我更了解到他要说的是什么。最早期的时候啊，读经典觉得就是完全看不懂嘛，然后呢，很复杂的感觉。越到后面的时候，甚至到了现在啊，一个章节我觉得好像怎么这么白话，好像怎么讲的事情它就是起承转合这么清晰啊，起开场问什么问题，然后承我回答什么问题，用意是什么，转我开始讲这些主要内容，然后呢一些主题1、主题2、主题3，然后最后呢很欢喜，然后呢做个诗句总结，然后下一个菩萨呢针对前面的问题中很容易大家疑惑的地方，他又一个抛砖引玉，他又问出下一个问题，又开启了新的片段，它整个结构就很清晰。然后呢，每个主题在所讲的内容也立体出来，这样子。所以，你每次在看的时候，你越看越看，你就看得越清晰，它内容你就看得越清晰，它意思你就一直去品味，因为文字是平面的，但是呢，
它慢慢呈现出一些立体的结构，更深层次的内容。其实它整体的智慧是多元、多层次、多面向的，多重宇宙一样，它是呈现出很多层次的内容，然后它是可以跟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东西去呼应共鸣的。于是你从很多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跟这边的内容去产生某一种程度的呼应和共鸣，去帮助你了解它的内容的不同面向的意义。所以说，为什么经典永远读不腻啊？就是到后面我读一般市面上的书啊，因为内容同质性高，然后读久了其实就没有兴趣了。最后就是都是读经典为主，因为只有经典才能让我跟那种无限智慧的信息场再开采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领悟出来。一般的书本它没有这种频率可以让我们去除了知识面以外的内容再取得更深层次的领悟，是它的这种所谓的功德力，或者说这种启发性没有那么强，这样子。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圆觉经是我一生最好的导师，也是最好的贵人？因为我已经把它跟我的生命和人生的这种生老病，就是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已经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它从有形的书本变成了无形的电子档，变成一种无形的观念，内化在我们的心灵当中。然后呢，它又跟着我们一起成长。那我们又不断从这个经典的媒介里面，经典就像渡船，它是一个媒介，然后透过这个文字，透过它很多立体的一种结构的堆叠，然后帮助我们去感受背后更深、更高、更深度的它想要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透过我们的内在佛性，就是我们的那种潜在那种感知能力，对这种频率和智慧感知能力，我们就可以获得源源不绝的领悟，就像水有源头一样，你就可以一起去有源头活水不断的涌现，这样子。所以说，对我来说，《圆觉经》它已经不只是物质上或文字上的一部经典，它已经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导师和一种贵人了。那哪怕是到未来，即使是到了现在，我时不时去看它的内容，我仍然能够有所领悟，就是会不断有更活络我们的精神，这样子。所以说，今天虽然都还没有讲到任何经文的内容，就是分享一些我读经的过程，讲的也比较深一点。但是呢，就是做个记录吧，这是属于非常冷门的内容。也许你们读的不是圆觉经，是读别的经典，但是也许有一些地方是相通的。比方说，我之后可能也会分享一些我很喜欢读的其他的经典的，比方说《金刚经》《六祖坛经》啊，或者是道德经读的也有读，比较少。然后还有儒家的大学吧，我最喜欢还是读佛经的。那我佛经还是最喜欢读圆觉经，当然后面我也有涉猎一些其他的经典，然后也很有收获。但是呢，就像我为什么当初读袖珍本圆觉经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大纲，它是一个重点，然后我不断的去一门深入的去接触它，对我来说就能够串联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不用去读那么多的东西，我只要抓住一个核心就可以串联到，有点像 Google 一样，我只要 Google 的首页在，我就可以搜寻很多讯息，对不对？我不用记录很多的网站，我只要 Google 搜寻，我就可以找到那个网站。那就像现在的 AI 嘛，我只要一个 AI 对话视窗，我想问什么，它就会回答我。所以呢，我只要掌握这个源头就好了。对，那圆觉经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源头。然后呢，最后分享一点比较实务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也许下次再分享。最后我想要做个感谢吧，我要感谢说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我的老师，还有我的朋友。我要感谢我的生命的过程，不管是顺或者逆。我要感谢说，我有机会能够读到圆觉经，然后呢，它为我开启了一扇门，让我通往了对于更辽阔的生命的领悟。所以说，我很感恩能够遇到圆觉经。然后呢，我也很感恩说，我的生命当中呢，能够有圆觉经的陪伴。虽然说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东西，对，那我也很感谢说，我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点想分享这些内容，就是我对圆觉经的感觉。但是我知道这些内容很冷门，讲了可能没什么人有兴趣，也没什么人会共鸣。但是呢，我也很感恩有 YouTube 这种平台，可以让我分享和记录自己的心得。因为我从小到大，人都需要引导，需要遇到贵人，遇到导师。那当我们身边的环境或圈层没有太多的很好的贵人或导师，不是说没有好的人，就是有时候你想要探索的面向，身边并没有那么一个适当的人去引导你。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每个人仍然有机会呢，透过一些经典，像我是透过圆觉经，每个人仍然有机会呢，透过这种大智慧的经典，让它成为我们的贵人和导师。所以我很感恩，因为一路走来收益很多，所以呢，我就想要去记录和分享这种过程和点滴。所以很感恩呢，今天有这个机会，然后透过我这个功课就是每天要上传视频分享的功课呢，让我有勇气和有决心呢去做这样的记录。尽管这个内容很冷门，但我还是觉得我完成了一件我一直以来很想要做的事情。那未来呢，我也会继续的成长，继续跟圆觉经去开采它，也继续去体验生活的更多面向。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虽然都没有讲到任何经文的内容，但是已经讲了很多东西了。那感谢大家，如果你有看到这里的话，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那无论如何，总之很开心，谢谢。